佛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混得并不好。在东汉，它更多是跟当时流行的方术、占卜、求神通绑在一起，靠神奇、保平安这种卖点，慢慢争取到一点信徒。教义上以阿含和部派佛教为主，一些大乘经典也出现了。又过了100多年，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还是远远比不过本土的儒家和道教，教义变成了大小乘并行，大乘开始慢慢占据上风。但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反而给了佛教一个翻身的机会。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想解开一个谜题：佛教这个当时算是外来户的思想，是怎么在西晋这样一个上层极度奢靡、社会又动荡不堪的时代里，不仅活下来了，还开始扎根发芽的。而且它又是怎么跟当时中国最潮的本土哲学，也就是玄学，擦出火花的？你这个切入点特别好。在汉朝那会儿，佛教很大程度上就是个道家黄老之术的附属品，对，没什么独立地位。但到了西晋，情况完全变了，整个社会的大厦都在晃，原有的那套思想体系有点罩不住了。这就给了佛教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不再只是一个就是说异域的信仰了，而是开始跟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哲学思辨发生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我们这次要做的就是戴上护目镜，仔细看看这场反应是怎么发生的。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实验室吧。西晋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资料里有几个故事，我看完简直是目瞪口呆。是不是石崇和王凯斗富那段？对，就是那段。用今天的话说，这不就是凡尔赛的祖师爷吗？哈哈，那个真是登峰造极了。资料里写，那个王凯为了招待客人，用麦芽糖水来刷锅，这已经很夸张了。结果石崇一听，直接拿蜡烛当柴火烧，那个量啊，比你家里的木柴还多。我的天啊！这还不算完，王凯呢，他用紫色的丝绸在路边做了40里长的屏风，就想压石崇一头。40里，结果石崇知道了，二话不说，用更名贵的锦缎做了50里，直接就把他秒杀了。最让我觉得不寒而栗的是那个杀侍女的细节。石崇在宴会上就因为一个侍女吹笛子，吹错了一个音，当场就下令拉出去杀了。对，我读到这儿就在想，这已经不只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不只是石崇一个人的变派，而是当时整个门阀士族阶层他们精神状态的一个缩影。整个阶层都这样。资料指出了西晋政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完全为少数顶级家族利益服务的畸形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政治上是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皇族内部为了争权夺利，把整个北方打成了一片焦土。首都洛阳、长安几度被毁，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普通人的命，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命。完全是这样。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就是我们史书上说的五的胡，早就迁到内地了。对，他们受到汉族地主和本族贵族的双重压迫，那个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最终的结果就是永嘉之乱，匈奴人攻破洛阳，西晋就亡了。哇！所以你把这些背景放在一起看，石崇的行为就好理解了。在一个连明天太阳还会不会升起都不知道的时代，生命本身变得极度廉价。我明白了。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最极端、最病态的炫耀和残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苦难深重的环境里，那传统的儒家那套忠孝节义的说教，听起来是不是就有点苍白了？非常苍白。你想想，当皇帝是个白痴，王爷们互相砍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的时候，你跟老百姓说要忠君爱国、遵守礼法，谁会信呢？确实，人们普遍感到绝望，急需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一种能解释苦难并且能许诺一个更好来世的学说。这片精神上的废墟，恰恰就是佛教传播最肥沃的土壤。所以就在现实世界一片混乱的时候，思想界反而异常的活跃起来。
当时最流行的思潮就是玄学。魏晋玄风。对，资料里引用了一句当时人的话，叫学者以老庄为宗，而处六经。就是说，读书人都去追捧老子、庄子，反而把儒家的经典给扔到一边了。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啊。也可以这么说。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这么起劲？他们聊的都是些终极问题。终极问题？对，比方说，这个世界眼花缭乱的万物背后，最根本的那个本体是什么？当时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就认为，一切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法用语言描述的无。无？对，无才是宇宙的终极实在。这个听起来非常形而上，那有没有更接地气一点的？当然有，另一派就是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介这些人啊。他们更关心人该怎么活。他们觉得儒家那套明教礼法太虚伪，太束缚人性了，所以他们就越明教而任自然。没错，喝酒、吃药、行为怪诞，用各种方式来挑战社会规范，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玄学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整套思考世界和人生的全学工具箱。对，里面装满了像本于末、有于无、体于用这样的概念。完全正确，这个工具箱就是当时思想界的通用语言。所以，当一个全新的来自印度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佛教传过来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打开自己最熟悉的这个玄学工具箱。对，用里面的工具去拆解和理解佛教，就为我们后面要谈的思想大碰撞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谈到这里，我感觉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背景都铺垫好了。那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思想氛围里，佛教又是怎么具体的渗透进来的呢？肯定得有人把那些经书翻译过来吧？对，佛经翻译是重中之重。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巨伯级的人物朱法护。朱法护，他是月支人的后裔，但世代都住在东荒，那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可以说，西晋的译经事业就是他一个人扛起来的。一个人？资料里说，他为了求法，跟着老师走遍了西域36国，带回了大量的梵文佛经。根据后来的统计，他一生翻译的佛经多达175部。175部，在那个没有电脑、全靠手抄的年代，这工作量简直难以想象。是啊，他的翻译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他在历史上这么重要？特点非常鲜明。首先是内容特别广。后来我们说大乘佛教的核心，像般若、法华、华严这些最重要的系统，他都翻译了。哇！比如中国第一本汉译本的《法华经》就是出自他手。第一个汉译本。对。其次，他的翻译风格很朴实，当时人评价他辞质圣文，意思就是他不追求词草华丽，而是力求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这在早期非常关键，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蓝本。没错。但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翻译的那些核心哲学思想，这就直接跟玄学对上了。对上了。他翻译的《光赞般若经》等等这一大批般若类的经典，核心思想就一个字：空。空。这一下就直接捅到了玄学家们最兴奋的那个点上，因为玄学家天天在那儿辩论无，现在来了一个听起来差不多的空，这下可热闹了。我能想象。所以当时的人对朱法护评价极高，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佛教能在中国传开，主要就是朱法护的功劳。他被称为东方菩萨，一点都不夸张。好，那我们就进入这场化学反应的核心地带。朱法护翻译的《般若经》核心是空，当时玄学最热衷讨论的是无。这两个字儿听起来简直就是同义词儿，它们到底一样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误会。这也是理解早期中国佛教的关键。当时的学者确实就是把佛教的空当成玄学的无来理解的。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底层逻辑差别巨大。那我们来拆解一下，玄学家说的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说吧，玄学的无，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块看不见的、巨大的、永恒存在的面团儿。面团儿？对，世界上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万物，也就是那些面包、馒头、面条，都是由这块终极面团捏出来的。所以，
无是一切有的源头和本体。明白了，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源头，一个实体。那佛教般若经里讲的空呢？它不是那块面团吗？完全不是。佛教的空不关心那块面团存不存在，他说的是你随便拿起一个面包来看，你把它拆解开，会发现它只是面粉、水、酵母、温度、时间等等这些条件。佛教叫因缘。对，这些因缘的暂时组合。这个面包里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不变的叫做面包灵魂的东西。一旦这些条件散了，面包也就不存在了。这个没有独立不变的灵魂的状态，就叫做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象也就是色，它本身就是各种因缘的聚合，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所以它的本性是空的。正是如此。所以你看，玄学的无是一个在万物之外产生万物的本体，而佛教的空是万物本身的一种属性。一个在讨论世界的起源，一个在讨论事物的本质。对，这完全是两个维度的问题。说实话，这个概念我得消化一下。用面团和面包这个比喻，一下子清晰了很多。感觉如果没有玄学这套无的词汇作为拐杖，当时的中国人可能根本无法想象空这个天外来客一样的思想。你说到关键了，这就是所谓的格义，用本土已有的概念去理解外来的新思想。再比如诸法不动这个概念，佛经里经常提。当时的玄学一听就很高兴，说这跟我们讲的返本归净一样嘛。世界的本体本来就是寂静不动的，他们觉得找到了共同点。对，但佛教的深层逻辑是，因为万物本空，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所以他们从未真正的出生，也从未真正的死亡。我们看到的生灭，只是因缘聚合的幻象。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意义上，万物才是不动的。你看啊，同一个词背后的思想地图完全不一样。原来如此，这种美丽的误会持续了很长时间。那这么深刻的哲学思辨，肯定也改变了人们对佛本身的看法吧？他应该不再仅仅是那个来自印度的王子释迦牟尼了。对，这个是可以说是观点上的又一次大地震。祖法护的译本系统地引进了两个爆炸性的新概念：法身和色身。法身和色身，法身 Dharmakaya 翻译过来就是真理之身，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人，不是，它是宇宙的终极实在，是那个普遍的、永恒的、无形的精神本体，是佛法本身的人格化。这听起来怎么又跟玄学里的道有点像了？哈哈哈，就是那个超越一切具体形象的终极原理。是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理解的。但它还有另一半，色身 Rupakaya， 也就是形象之身。这是为了教化我们这些普通人而显现在世界上的具体形象，比如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对，这是一种慈悲和智慧的体现，是一种善巧方便。我来试试用那个物理学的类比啊。好，万有引力定律，它普遍永恒无形，谁也看不见，这个就是法身。而发现了这个定律，并且把它讲给人类听的牛顿，就是那个具体可见会生老病死的色身。哇！我们通过牛顿认识了万有引力，但牛顿不等于万有引力本身。这个比喻绝了。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把一个很抽象的问题一下说清楚了。牛顿是人，会消失，但万有引力定律不生不灭。佛陀的色身和法身就是这个关系，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他一下子把佛陀从一个异域圣人提升到了宇宙真理的高度。所以佛教讨论的不再仅仅是一位道师的生平，而是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这虽然不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原意，但它像一座桥梁，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走上这座桥，去接触对岸那个完全陌生的思想世界。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在两种文化初次深度接触时，几乎是必然的。那当佛教靠着这种方式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站稳脚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本土的另一个主要玩家，道教
是怎么反映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吧？那当然不能。资料里提到的老子画胡经，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没错，这就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宗教商战。老子画胡经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讲了什么？它的大意是说，老子当年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并不是隐居了，而是一路向西去教化那些胡人，也就是印度人，然后创立了佛教。等一下，这么说来，释迦牟尼岂不就成了老子的学生？佛教直接成了道教的一个海外分支了吗？这脑洞也太大了。就是这个逻辑。这个故事的出现和流行，就像一个晴雨表，非常精准地反映了佛道两家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怎么说？资料分析得很透彻。在佛教刚传来还很弱势的时候，佛教徒对这个说法是默许甚至欢迎的。你想，能跟中国本土的圣人老子攀上关系，说自己是老子思想海外版，对，这多有利于传播啊，简直是免费的品牌背书。巴不得能沾点光。是的，但到了西晋，情况变了，佛教有了自己的信徒基础，有了竺法护他们翻译的大量系统性经典，腰杆硬了，也就不甘心再给道教当附庸了。于是他们开始公开反驳这个说法，甚至反过来编造佛陀诞生在老子之前的传说，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个真假之争的背后，其实是话语权和信徒的争夺。说得太好了，这场争论本身虽然是围绕着神话故事，但它生动地展示了两种文化和宗教在争夺社会影响力、争夺官方支持时的角力。这场文化征战打得越激烈，本身就越说明佛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么梳理下来，整个脉络就非常清晰了。佛教在西晋的扎根，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传入那么简单，它像一颗种子，落到了一片因为战乱而烧焦的，但也因此格外肥沃的土地上，满足了人们最深的精神渴望。然后它又必须借助当时最流行的哲学、玄学作为翻译和理解的工具，哪怕这个过程充满了误读。从石崇那极度奢华又血腥的宴会，到诸法护在孤灯下翻译经典的身影，再到精英阶层对空与无的激烈辩论，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伟大思想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时，那个复杂、挣扎又充满生命力的开端。确实如此。这份资料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一种外来思想的核心概念，比如佛教的空，在被另一种文化初次接纳时，几乎不可避免的要被本土已有的概念，比如玄学的无，进行一番改造和阐释。对，这也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一个思想跨越文化传播时，这种创造性的误读，究竟是对其原意的扭曲和损失，还是一种必要的，甚至是富有成效的再创造？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或许能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参照。